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2》高清版龙虎刺客单机版的流程。今天是普通的第2章。那咱们的级别现在已经15、16级了，所以说看一下小弟的装备，小弟换了一个。我呢继承了1点遗产，大家注意这些装备啊，尤其是暗金的，暗金的这3件4件就是遗产。毕竟前面已经练过2个法师了。技能方面呢，我现在没加，因为18级的时候我需要加能量消解、影子战士还有神龙摆尾，所以说要提前呢攒几个技能点。好，这里呢先上一个魔影斗篷，把他们弄瞎，然后呢各个击破。目前呢咱们还不会神龙摆尾，所以说还不会 AOE 的技能，现在只能这样打，只能一个一个的打。神龙摆尾之后呢，如果面对大量的敌人，可以蓄力之后用神龙摆尾来释放。但这个是有前提的，你需要面对大量的敌人，因为神龙摆尾的话，一上手，法力的消耗就是2位数了，就是以咱们现在的级别还有装备情况，是无法支撑这种长时间的消耗的，你只能在个别情况下用。这里好多。那昨天呢，有小伙伴在我群里反映，他看我暗黑视频之后呢，决定自己玩这款游戏。玩到第2章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，就是弓箭手的传射。因为之前他看我用法师的时候呢，应对这种传射是通过走位，然后呢再攻击敌人。那使用战士的时候呢，你需要近身，这个就很难处理。所以说涉及到刺客的话，就是利用暗影斗篷啊，让敌方瞎掉，然后再进行输出。另外呢，如果有心灵震爆的话，也可以上，因为呢有几率呢把敌方叛变。反正刺客嘛，就是利用混乱来出其不意的干掉敌人，这才是刺客啊！刺客不是那种除恶务尽的那种类型啊，见着一个就上去刚，那是战士的事情。那刺客呢，就是这种，藏到墙后啊，看对方有机可乘，上去把对方干掉。来到3层，咱们找这个任务目标。这个任务目标会给一个卷轴，给咱们增加技能。技能对我的单机刺客来说是非常宝贵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直到咱们通关，实际上这个刺客的技能都没有完全的成型。因为单机呢，可能70、78级，最多也就通关了。这个角色呢，如果照这个练法练下去，至少要80多级才能把你想要的技能点加的差不多。我没说加完啊，只是说加的差不多，加的差不多都达不到啊。所以说技能点真是太宝贵了。宝石神殿，这个宝石咱们现在没用啊，你至少需要无瑕的才能有点用处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给自己上速度 buff 之后啊，有点快啊，这个真是太快了，受不了，有点点不中敌人。我是给自己套 buff 之后才发现的这个。当年玩啊没这种现象，现在真的是反应不行了，感觉点敌人啊，在尤其是高速跑动的状况之下啊，点敌人是有一点困难。看刚才就点中了老鼠窝。这也进一步说明我的反应能力真的是下降了，这个年纪在这儿了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吧。这个速度爆发呢，它不只是增加你的移动速度，还增加你的攻击速度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技能。它和能量消解的话，你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状况来选择性的使用了。你举个例子啊，就是当你遇到电轨的时候，你想想你是速度爆发呢，还是能量消解呢？这个就看自己的战略思想和操作了。好，这是这个小 boss 所在地了，先把他们搞瞎啊！我现在真的很想自己有神龙摆尾，但是级别还不到18。赶紧18呀！
到18就能用了，不到18不行啊！把它干掉。技能之书一个，超大符一个，卷轴。技能之书先用掉了，把咱们的技能池先攒上。行了，出发去虫洞了。任务交了就可以去虫洞了。啊，不对，对，这是普通难度啊，咱们还需要先找盒子啊。这，看这么多敌人，啊，这也需要一个一个的来砸。我现在拿的是锤子，那为什么我没有加支配爪呢？就是因为，中间你有可能遇到很多别的好用的装备。支配爪的话，实际上对虎击呢有一点帮助，对最后的神龙摆尾的释放帮助并不大。支配爪这个技能点我就省下来加别的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的技能点足够啊，比如说你开了修改器啊，改出来100个技能点用，你可以把这个支配爪加满。但事实上玩的时候呢，尤其单机环境，你就需要有所取舍。很多技能确实啊对你有点帮助，但是你完全可以把它投入到帮助更大的技能点上。哇，这里敌人太多了，还有个小精怪。下一次我都没清完啊！这里40、50个敌人起码，我还被诅咒了。这个诅咒真的是非常恶心啊，非常惧怕人。这人真的多啊！清完了满地的东西。昨天有小伙伴还说：“你捡钥匙干嘛？卖钱啊！”好，把这个方块捡到了。昨天还有小伙伴教我在商店卖东西的快捷键，还有我箱子里摆东西的快捷键啊。这个摆东西呢，我还是习惯自己摆。卖东西也是习惯一样一样的卖。20精力最大值没用啊，这个要留着。加2最大伤害啊。抗毒啊，这个有用，加伤害也有用，抗毒。看啊，看我这些符多极品，简直了！捡了一堆垃圾戒指。我现在还有一个马纳德呢。看箱子里啊，箱子里这些是西冈的全套啊，之前攒齐的，但事实上没有用到。这边呢是20多级才能用到的一些装备。是之前法师和死灵法师的东西，我估计需要至少普通第5章才能用到啊。这回咱们可以下虫洞了。18级之后呢，咱们的操作就要变复杂一些了。那30级之后就更加的复杂。这个一会儿升到18级的时候再跟大家说。现在还成吧，只是碰到敌人比较多的时候上一个魔影斗篷，然后呢各个击破就可以了。这个到了18级，感觉复杂度就上了一个台阶。刺客这个角色确实操作比较多，现在还成，尤其到了地狱之后。咱们顶了一个经验卷轴，我先把这级升上，然后呢把技能加了，再跟大家解释一下。我原本以为这个游戏呢，因为我当时只想录一个死灵法师就完事儿了，但是呢录制的视频的时候遇到了大量的小伙伴，成千上万的小伙伴给我留言，讨论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基础性的问题。好，升级了。啊，这些点儿就随便加了。看一下技能：影子战士、能量消解，然后神龙摆尾。那刺客啊，其实一般左手呢放虎击，左手虎击是一个技能。那右手呢，跟大家说一下都有什么技能啊？右手起码现在咱们需要2个中介技，
神龙摆尾和普通攻击，因为神龙摆尾消耗比较大，而且是个 AOE， 所以说普通攻击呢是一个单体，这两个都需要。两个技能再加上能量消解和速度爆发，又来2个技能。然后呢还要一个召唤技，还要一个魔影斗篷，所以说现在呢右手就是6个技能。那玩到噩梦甚至地狱的时候呢，你右手又需要多一个心灵震爆，再多一个亡灵陷阱、亡灵守卫、施暴陷阱，所以说右手就是7个技能。那8技能呢就是回城，满了啊，满了。那操作起来呢也更加的复杂，能量消解和速度爆发需要针对不同的敌人进行使用。魔影斗篷和心灵震爆是2个控制技。当然了，后面完全可以把普通攻击换下来，因为咱们到了噩梦后期，到了地狱的时候呢，咱们已经完全有资本来把你的神龙摆尾换成常驻技能，这样右手呢就是6个啊，6个神龙摆尾加上能量消解、速度爆发、魔影斗篷、心灵震爆 and 亡灵守卫。哦，还有一个召唤技，这个手套不错啊，这个手套还可以。上一个手套呢是安达利尔安姐给我报的，那这个手套感觉更好一点。陷阱咱们还没加，因为陷阱呢毕竟30级才开始出，我打算噩梦之后再开始加它，现在先不加。甚至地狱了再出这个技能也可以啊！你把技能点呢多往其他的技能上投入一点，这样让咱们噩梦呢能保持一个强势的阶段。到了地狱再开始完善咱们的打法。打法呢就是出门先给自己上 buff， 上完 buff 遇到大量的敌人控制完了蓄气，蓄气完了释放，释放如果出现尸体了，这样你就开始施暴。蛇对战士真的不友好啊，一直在击退。这个家伙还是半透明的，半透明状态的怪呢，那物理攻击呢就会打折扣。啊，我感觉我解释了好多呀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基础的，甚至啊，其实很多高玩呢对这样的玩法其实是不屑一顾的，因为高玩嘛，操作也好，意识也好，那玩法呢也更加的随心所欲一点。我说的这些都是一般性的练法，其实暗黑这款游戏真的比较深。好，刚才这一脚大家看啊，至少踢倒了10个敌人。这就是我在使用神龙摆尾，因为敌人比较多嘛，所以说来了一发终结。但这一发呢，大概需要我10几点的魔法，10点吧。刺客现在的魔法还是比较稀缺的。蛇殿的2层，一会儿咱们要干牙皮呀，这是普通的还好。地狱的牙皮实在是，如果它的属性搞得比较恶心的话，是比较难对付的。而且本关咱们是有一个坎儿的，这个坎儿呢，可能很多玩暗黑的小伙伴都要经历，就是普通第2章的杜瑞尔。在这个阶段，你的装备不成熟，技能不成熟，甚至打法也不成熟，那突然面对这样一个冰冻击退的 BOSS 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搞。尤其是这些近身的角色来打他的话，好，打牙皮，牙皮是一定要干掉的。第一呢，他名声在外；第二呢，他是固定金怪。好多又来了一脚。咱们现在可以左手长驻虎击了。虎击也稍微有点消耗，但是呢比较小，咱们现在可以长驻了。毕竟我手上有一个马纳德。行了，交任务。
I've been hello. 把这手杖卖掉，才2000多。药瓶摆一下。和卓格南谈谈，有些任务就是有这种小尾巴。啊，去宫殿了。我右手这个盾还是第1章买的，始终没有换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，我昨天 MF 出了2件比较好的装备。一件呢是安杰的脸，第2件是乌冕盾。乌冕盾呢，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了。到后面呢会给这个刺客用上，但安杰的脸呢一般，因为安杰呢的脸应该需要80多级，83左右才能装备。那个时候我早就通关了，所以说基本上是用不到这件装备。我下了这个庇护所之后啊，这个避难所之后呢，这不一共4条路吗？我走的前3条都不是，所以说，耽误了好久，甚至升了1级。这次这第4条啊，肯定是错不了了。这选到第4个啊，第4条路啊，才遇到这条正确的，这实在是。之前的选择机会呢是25%的机会一次，33%一次，50%再一次，结果这3次啊都没有选对。有的时候我真感觉应该去买彩票啊。我在腰带上放了一个蓝瓶，这样呢，咱们提早吧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神龙摆尾。一脚啊，多爽啊！一脚全倒。现在这个神龙摆尾的伤害比较恐怖，蓄满了应该是700多，再加上它还有火焰伤害，还是个 AOE。杜瑞尔的话呢，就需要这样来打他了。我希望这次打杜瑞尔咱们不回城啊，我应该在腰带里放一排紫瓶。这个传送门有点小复杂呀。左边好像就是。挨动了一下，这个家伙这个洞真的疼。我去偷袭他一下，我先蓄满了，然后给他一脚，看他死不死啊。摆好姿势。好，一脚踢死了，一脚啊，一个爆发。召唤者呢，历来都是比较脆的，包括地狱难度，但是他的伤害啊还是比较高的。回来整备一下，就要去打大虫子了，这个是加3力量。会给咱们提供一点点伤害。好多敌人，这波打了吧？3角啊，最后行了，到了。这好多人啊！这个不踢一脚，对不起他们啊。超大，之前在上一个地图转了一圈捡到了一个经验，还不错。其实上一张图呢，比较适合现在去练级。那打下一章之前，我也会在那个图练那么2级左右吧。练级真的是我一个，你说情节也好，习惯也好，我从小玩 JRPG 的时候就喜欢练级。记得小的时候玩重装机兵、吞噬天地、封神榜，都比较喜欢练级。
这好多人，再来一脚，又踢倒了好几个。那后来玩 RPG 游戏就是不练级就不舒服啊。练级呢能够升级，然后呢还能够打到一些装备，还能够打到一些钱，所以感觉就是一举几得的事情。当然了，现在新一代的玩家已经没有这种耐心了，但是呢，很奇怪，他们却去干网游，说不上来的感觉。珠宝，到这儿了，把棍子插到里边去吧。然后后边的洞就开了，要摆一下，我应该摆几瓶小紫，打出一个 FHR 的大符，12%还行吧，带着。一会儿进去打大虫子啦，上了，这就是我的团队啊，一共3个人。影子先挂了，毕竟影子呢，我给他喝不了药，不召唤了，半血。这小弟的药需要喝好。这下释放打了堆儿，大概1/3的血，刚才那下释放。行了，那有小伙伴经常问我，打安达利尔为什么不带解毒？打堆儿为什么不带那个溶解？习惯。就是个人习惯，你看我没带溶解，不也没回城吗 Hello. Good to see you. This is good evening. 1万，13到20，这个伤害其实比较高了，13到20。我如果没有这个遗产的话，带着这个也不错了。这个12到25，这也不错。所以多打几次虫子，真的是能打出你现在能用的装备啊。那好吧，今天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